失眠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全球每年有8.6亿人患睡眠障碍，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%，失眠人口超过3亿。失眠会导致大脑边缘系统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影响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及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。最重要的是，现代医学至今还没能真正搞清失眠的深层机制，也没有预防失眠真正有效的方法。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失眠。从5月31日到6月3日，吴秀雅失眠了整整4天。真的是有的人想跟我上楼，有的人想骗我下楼。我看我以后要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我就只能住平房。姑娘，请留步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说的挺好的，想问一下您以前在哪儿说呀？我没说过啊。第一次说脱口秀就炸场了，这太厉害了啊！我这不是脱口秀，我就是没忍住说了我男朋友坏话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就是脱口秀，咱们勾兑勾兑，以后您就在这儿，咱们一块儿说怎么样？我真不会。哎，别，那个。吓跑了吧？还姑娘留步。哎，你不认识他吗？我跟他不熟。你不帮他写过作业吗？我把电话给你。行。这个东西叫做 stand-up comedy， 翻译过来应该是叫单口喜剧，在国外很流行。行了，你不用给我科普了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发泄一下，没有打算真的要说。但是你想想啊，你要是在你同事面前有今天晚上那个劲儿，你就不会被欺负了。还是算了吧。你想啊，我中学的时候这样了，然后最后就那样。好吧，换个事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回国的机票已经订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都多少年没见了。不过我要是住在你家，不会影响你跟郑浩那啥的生活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不会的，你就放心过来住就行了。他只是偶尔住在我这儿。哎呀，总算是可以看到这个官配的如意郎君了啊！行了，你那边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行啊，那你忙吧。晚安。拜拜，晚安。真的是，有的人想跟我上楼，有的人想骗我下楼。我看我以后要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我就只能住平房。你们知道怎么抢同事的功劳吗？就需要一个“也”字，活全是我干的，到了他嘴里就成了秀雅也付出了很多。他来公司的时间最久，职位最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把抗衰老的面膜抹在了简历上。什么叫你的女人？你的女人整天出门陪你打工啊？那不叫你的女人，那就叫你的同事。要是霸道总裁这么说也就算了，你顶多就是个霸道员工。脱口秀带来的巨大兴奋，让沉在潜意识最下层的泥沙被情绪的波涛掀起，与各种记忆搅拌在一起，像海啸一样冲击着吴秀雅的大脑，一整夜都停不下来。吴秀雅失眠了。失眠的第一天，人们的反应通常是累。前一晚缺少的睡眠会影响脑神经细胞的自我修复，导致日间认知障碍，反应变慢，影响你的工作能力。秀雅，秀雅，什么事儿？你这篇文章错别字有点多，我都给你改过来了。还有第5段和第6段重复了，我都标出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你看，这儿还有这儿，你之前可没在同一篇文章里出过这么多错，你没事吧？真不好意思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失眠了。你是不是还因为买超的事生气呢？你跟郑浩说这件事了吗？没有，没说也好，跟他这种人计较也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也就得意那么一时，不会有下次的。真闹到董事长那儿去，确实对咱们部门不好。那我赶紧改这篇稿子。嗯。今晚一定可以睡个好觉。一点也不困。我说秀雅同学，你现在是在过美国时间吗？你明天不上班啦？上啊，但我一点都不困。看着倒是挺精神的啊，不像是一天多没睡觉的人。要不，你让郑浩来陪陪你？我不想见他。自从上次我听到他跟同事这么说我之后，我就2天都没见他了。
事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呼呼。失眠的第二天，身体各个脏器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功能衰退，大脑接收到信号，以为人体功能衰竭，于是下令分泌出更多的肾上腺素，使人呼吸加快，心跳与血流加速，血氧含量增加，让人看起来反而更有精神，反应更敏捷。其实当时我们那篇文章应该发在公司内刊上，如果是董事长先看的，一定会被认可，也就不会被要求撤下来了。但是如果首发在公众号上，在审核的时候才会被中层领导要求撤下来。最敏感的就是中层领导了。中层领导他们既要防着上面，又要防着下面，害怕担责任，所以在审稿子的时候才会比真正的大领导还要严好几倍，宁可没显出他们的成绩，也不能出现可能的问题。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问题，都是潜在的可能的问题。秀雅，你怎么看着和平时不太一样啊？有吗？你平时话哪有这么多？昨晚睡好了？没有啊，其实我昨天晚上也失眠了。那怪不得有点反常。你没事吧？没有啊，我没事儿。我今天的状态特别好，比昨天精神100倍。我现在觉得我完全不会出错误了。OKR 管理替代传统的 KPI 管理模式，这是我们最紧要的任务。它实际的意义呢？它就跟朝三暮四一样，变个法子糊弄猴子，最后还是一天给7个脖子。对不起，胡经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，真对不起。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就直说。你别这么阴阳怪气的，行不行啊？真的对不起，胡经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秀雅，你一会儿早点下班，文章我来写，回家好好放松一下，休息休息。失眠的第3天，因为肾上腺素长时间大量分泌，中枢神经过度兴奋，使人焦虑不安，脸色苍白，恐惧、眩晕，对周围环境极度敏感。马超当面跟董事长汇报了策划案，这不是小事儿。你不跟我说，我就很被动。昨天董事长跟 HRD 老董说了这件事，还特地提到了马超。老董来问我，我才知道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下班就走，我肯定走，我第一个溜，你放心吧啊。马超，马超，哎，高总，不说了。进。高总，胡总没在啊？坐。哎，听说你前2天见了董事长了，啊，还跟他提了一下模拟竞标的策划案。是，挺好的。
董事长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，而且呢，还在公司的高层会议上，跟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提了一下这件事。啊，其实我跟胡经理也觉得，你这次吧，工作表现得非常好，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组织能力，都是非常值得认可的。谢谢高总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内宣部呢，有一个组长的名额一直空着。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，我打算提拔你来当这个组长。我没想到，有点突然。这是喝第几杯咖啡了？第5杯。昨晚还没睡好，你这黑眼圈黑的跟熊猫似的。要不你别撑了，回去请个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要是能睡着，我早就睡了。你说老高找马超谈什么呢？怎么聊了这么久？小雅，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？啊？大家喝不喝奶茶啊？我请客啊，谁喝奶茶？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你啥时候请大家吃过东西啊？不能这么说呀，说的好像我很抠一样。我之前也请大家吃过东西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。不对，肯定有事儿，赶紧说。暂时不能说。这怎么磨磨唧唧、啰里啰嗦的？哎呀，真不能说。行，那我不问。哎，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刚才老高找我聊了吗？说要给我提组长。骗人吧你！你不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吗？怎么现在白天开始做梦了呢？不是，哎，这事儿我能乱说吗？来，我给你看，邮件。行啊你，就这请大家喝奶茶呀，还不得请大家去新荣记搓一顿啊？是呀，你都升职了，工资肯定是要涨的呀，得好好请大家吃一顿。就是，不是，我就是升个职而已，又不是中彩票。再说了，涨这点工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来来来，喝奶茶，喝奶茶，来来来，我请客啊，随便点，你传一下，传一下。你点个套餐。我这个行。好嘞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哎，都点都点啊。明明是他的问题，怎么成了他的功劳了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！领导们都是怎么想的呀？秀雅，你得找胡经理说说去。跟他说有什么用？胡经理又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，谢谢超哥。行，不客气啊。秀雅，喝点什么？我不喝。点个奶茶也不过1分钟的时间，工作重要也不能硬干，得懂得人情。来，点一杯。这点面子你得给吧？我比较笨，我只会硬干。我需要安静，别烦我。好嘞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就喜欢这样子。
这次活动报销单你也没有填，财务那边都催我了，我也催不动你。你填完自己交给财务。王静，你怎么回事？这张发票是什么呀？这金额跟时间都对不上，这跟咱们的活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是我填错了。你工作那么细心的人，你能填错？怕不是觉得财务那边不清楚，想浑水摸鱼多报一点吧？我就是因为刚刚天天在那吹牛，才不小心填错的。这都能赖到我头上？我还告诉你，幸亏今天这张发票在我那儿，要不然都没人能发现。咱们这项目就这么点资金，你都要多报？那以前别的项目还不知道你多报了多少呢。我没有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啊！对待工作不能埋脑子、邪门歪道。就咱们这小小的办公室，你怎么做的，同事们还有领导可都看着呢。现在我当了组长了，以后这种事儿更加严格管控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儿再发生。这得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你得注意你的工作作风了。失眠3天，持续分泌的肾上腺素，导致吴秀雅血压升高，心律失常，情绪失控，做出了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工作作风有问题是你吧，马超？吴秀雅，你吃错药了。咖啡喝的倒是不少。我就问你，竞标方案有一张表格是你做的吗？饮料市场消费者的习惯喜好，你有一丁点了解吗？我和庞静熬夜加班的时候，你有问过一次我们需要帮忙吗？干起活来的时候是缩头乌龟，好家伙，邀功的时候你冲到最前面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工作作风啊！秀雅，你别激动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对，没错，这份策划案确实受到领导的赏识啊，你也功不可没，确实。为了这一点，我还特意跟董事长强调了，要不是我这么说，大家都还以为你是靠你男朋友的裙带关系在这公司呢。马超，我之前以为你只是个办公室老赖，没想到你是个真正的小人。你说谁呢？别人不知道，那咱们自己人不清楚吗？你能当上组长，还不是因为这个策划案的功劳？那我想请问你，你在其中提供了什么呀？是你耍小心眼儿，还是让我们便宜啊？哎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是怎么当上这个组长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你说是策划案的功劳，那不是也你自己瞎猜的吗？怎么就不是策划案的功劳了？你在这个公司5年都还是专员，怎么一见董事长你就突然就变成组长了？你说这话，我倒还想问问呢，到底升组长需要什么条件？咱们现在就去找老高问个清楚。去就去。发奖，我猜也是来了。我承诺过的啊，别的不多说了，这单大家辛苦，来，一人一个。哇！谢谢浩哥，谢谢浩哥。这是浩哥用自己提成给大家买的啊。哦，都低调点，别被别的部门同事听见了啊。哎，你拿着干什么呀？我留一个，这给我们家秀雅留的，你都有了，你要什么？浩哥真是当家好男友啊！什么时候把嫂子娶回家呀？别催。快了啊！还是人张岩动作快啊！哎，到时候我婚礼都得来啊，不随份呢。喂，哎，胡阿姨。啊？这一场吵架，彻底耗掉了吴秀雅强等着的最后一次精力。她现在像一只撒了气的皮球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上一块去这家吃吧，我订了位子，你先去，我从客户那直接去。一直说带你来这家吃，但是每次都是我出差，要不就是预约不上。终于吃上了，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吃饱了心情好。这2天没见你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疲惫了。没睡好。那得好好休息啊。华姨给我打电话了，把你们下午在办公室发生的事跟我说了。我一开始都没信，我说我们家秀雅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确实是我做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HRBP 说要调查这件事儿，胡经理也都看到了。既然他给你打电话，应该是我问你这事儿，他想怎么处理。那你现在这么问，是胡经理让你问的？我觉得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怎么做啊？这还用我说啊？你最好还是说说，免得咱俩想法不一样。好，那我就从头给你分析一下这件事儿。按照你跟胡经理跟我说的，马超那个人又坏又蠢，人缘还不好，业务能力也不行，所以这么多年呢，一直没什么升职的机会。但这正是你低估他的一点，他这个人具备一个你们所有人都不具备的本事，那就是无耻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底线，以后别人就很难干过他。这个人聪明啊，可能就聪明那么一回，但就在点儿上了。你换个角度想啊，你要是你们部门经理，在当时那个情况下，你会怎么跟董事长说呢？你说哦，是马超不对，是我们另一个员工做的。那你让董事长和其他部门的高管怎么看你们部门呢？这么简单的利益分配都没解决，还在董事长面前起内讧，那你策划案的功劳肯定没了就不说了。那胡阿姨也会接受到批评啊。我明白当时胡经理很为难，所以我那天也没有说什么了。可是今天 HRBP 来就是找胡经理聊马超升职的事情，这个时候胡经理还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，这就不公平。哎呀，老高也是奉了人力资源总监的命来的，说到底了也是执行董事长的命令。你现在让他知道背后这些误会，老高非常难做。你想啊，老高知道这个事儿，他肯定要跟他的领导汇报。他要是汇报了，就相当于打了 HR 总监的脸。同理 ，HR 总监也不能向董事长汇报，因为他如果跟董事长汇报的话，相当于打了董事长的脸，最后就变成了董事长用人错误，看错人了。所以老高现在非常为难。今天是因为马超挑衅，他知道自己要升职了，还故意为难唐静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才反击的。但你今天的表现，让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再继续闹下去。因为你之前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懂事、温柔、讲理的一个人，你这么一弄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以后不会再提了。还得再提一次，明天去道个歉。跟谁道歉啊？不用跟特定的某个人道歉，明天你就当着你们部门所有人的面就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情绪上也不太对，有点失态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给胡经理一个台阶下，也给老高一个台阶下，让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再继续上报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俩就欠你一个人情，将来一定会找机会还给你的。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明白，我都明白。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，整件事我是唯一的受害者，最后还是得我来做牺牲。关键是你看问题的角度，你要整体的看，要有大局观，不能割裂的来看。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单独的事件，无非就是你自己受了点委屈嘛。但你要放眼你整个职业生涯，这就是一步棋啊！以退为进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当然，这对你一个女人来说要求是有点高，但你也得为我想想吧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对我肯定是有影响的。我们俩现在在一家公司，总有人要做出牺牲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有大局观。那既然咱俩达成共识了，
别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这个歉我想想怎么道。那正好我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是会道歉，还是打从一开始你就忍着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会一开始就提防着不让别人抢了功。但如果他已经抢了，我也不会在办公室跟他吵，我会直接找到董事长当面申诉。不但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，我还得狠狠地处理他。我不会给任何直管我的领导任何公关我的机会。做事情就是这样，要么就委屈着不反抗，要反抗就别给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。当然了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你的性格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儿。再忍2年，2年过后我肯定是副总裁了，到时候这工作你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回家做做家务，带带孩子，多好啊！对，你不还是喜欢写作吗？现在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发网文，咱们就当个作家。作协的那个陈秘书长是我爸的老战友，到时候你想在杂志啊、报纸啊发表一些文章，咱们也有人能说上话。所以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经历，就是在相亲或者面试的时候，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你最大的性格缺点是什么？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给出一个人畜无害的回答。我每次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。就这缺点真的绝了，你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缺点。谁不想有一个每天会讨好你的朋友？你看着他每天一点点丧失自我，像个老黄牛一样默默的奉献。周末你在家里睡懒觉呢，他偷偷溜进你家门帮你把地给蹲了，一边蹲一边还在那儿，嘿，我可得快点干，可别把他给吵醒了。而且讨好型人格最神奇的一点是，就你一条条看他的特征，每一条都觉得是在说自己。每个人都在那转发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不就是我吗？每天总是为他人无尽的付出，失去了做自己的机会。”但是你看，真正严重的那些社会问题 ，PUA、控制狂的8大特征，我就没见谁转发之后在那说：“嘿，全中。”所以这就是社会学的奇迹啊！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讨好型人格，但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被谁讨好过，神奇啊！爱不会凭空消失，但是讨好会。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会想，要我有的选，我愿意活在一个都是讨好型人格的世界里，那就是乌托邦。你上班一迟到，老板都不骂你，拍着你肩膀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哎呦，什么迟到不迟到的，来了就比不来强。”做个提案 PPT 给人客户公司名字都写错了。客户赶紧摆摆手说：“没事儿，就按你这名字，明天我再注册一个新公司。”吴秀雅收到了郑浩发来的信息，郑浩替他写好了道歉要说的具体内容。吴秀雅看着这一段冠冕堂皇又虚伪的道歉信，觉得一阵阵恶心。
失眠的第4天，激素已经无力分泌，脑神经受到了持续伤害，人开始产生幻觉。集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，就是我们每个部门可以选出1到2名年轻的员工，自愿到外地的分公司，到一线去进行锻炼，为期1年。到了之后呢，职级上调1级，然后我回头会把相关的政策和具体的实施办法。所有人都假装在听，但大家心里都知道，大家自己下载。今天这个会重点不在工作计划上。所有人都在等着胡经理说起昨天的事情。昨天我们的办公室发生了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儿。由于吴秀雅对领导的工作安排发生了误会，当众说了一些非常不利于部门安定团结的话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可是呢，基于吴秀雅在工作中一直非常努力、非常认真的表现，我认为只要她澄清了误会，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讲出来，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。来，吴秀雅，到这儿来，讲一讲。昨天，我因为身体不适，加上连日来工作压力比较大，精神涣散，说了一些话。昨天下班之后，我冷静下来，我觉得对啊。吴秀雅，开门！你不敢！不要做错任何事情。性格决定命运，你的性格不是这样，所以你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儿。你们知道怎么抢同事的功劳吗？就需要一个野字。秀雅也付出了很多。你确定要违背自己的选择道歉吗？就因为当初的后果吗？我觉得自己昨天说的很不对。我昨天只考虑了自己个人的利益，计较个人的得失，没有考虑整个公司的利益。如果一直坚持做当初的自己，虽然会很痛，但现在你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？但实际上，马超的行为是在损害我们公司每一个人的利益。也许我们大家认为马超抢了就抢了，一个策划案说明不了什么，以后还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再次获得认可。可是这样，就相当于纵容了这种人和这种行为。如果以后每一个努力工作的员工都只能被当作争夺利益的垫脚石，如果每一个不惜熬夜加班的员工都只能坐在台下，为那些善于混淆视听、油嘴滑舌的员工们鼓掌，那我们努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还怎么真心实意地对那些进入到集团来的新人，对他们说要他们热爱工作，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？如果我们默许了这种行为，就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，就是让我们一起努力工作的同事们寒心。我不会再去质疑已经决定了的事情，也不会去揣测其中的原因，要求一个答案。但我不会为昨天的行为道歉，因为错的人是马超。如果这种错误不被纠正，那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坦诚的、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呢？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些。
这件事到此结束。我说两句啊，我当然愿意大家在这里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只要不影响工作。但是在工作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分歧，都要学会求同存异。散会。失眠是当代人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，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失眠症患者。有人认为是城市生活改变了人类千百年来的作息，也有人认为是巨大的压力导致失眠人数剧增。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，但是终于当众说出了心里话，卸掉了心理压力的无救了，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睡眠。